今天我们来聊个大家都心里发毛的话题：人走了以后，那副身体到底怎么办？网上、坊间到处都在传，说火葬场恐怖得很，尸体送进炉子里还会哭，还会叫，甚至还会猛地坐起来。有人说这是死者心有不甘，魂魄没走。我告诉你们，最可怕的不是鬼，是人心里的疑神疑鬼。今天我把这层窗户纸彻底捅破，用科学的眼光看现象，用佛法的智慧看本质。这件事弄明白了，你对死亡的恐惧起码能消掉一半。现在人走了，大多送去火化，有人心里犯嘀咕，觉得太残忍，把亲人烧成一把灰，还要经过那么高的温度折磨。有位退休的兵役师见过大场面，把火化炉里的实情抖落出来，把很多家属吓得够呛。你们要晓得，火化炉里温度高达900多度，有人就说在炉子外面听到呜呜的哭声，叹气的声音太凄厉了，家属心都碎了，以为是亡灵在喊疼。其实道理简单得不得了，人活着靠一口气，人死如灯灭，但身体里还存着没吐出来的气，肺部、胸腔里残留的气体，炉子一加热，热胀冷缩，温度高了，压力一大，气体就要找出口，就从喉咙和声带那里冲出来，呜的一声，像叹气或者呜咽。特别是交通事故或者溺水走的，身体里积的气更多，声音可能更大。这完全是物理现象，跟鬼神一点关系都没有。再来说诈尸做起来的事，监控里明明躺好的遗体，突然手脚抽搐，上半身挺起来，也不是死而复生。你们烧过鱿鱼没有？东西一受热，水分快速蒸发，筋和肌肉就会剧烈收缩。我们的身体也是一块肉，高温下肌肉一收缩，牵动骨头，手脚自然就动了，躯干就弯曲了，就像衣服缩水了一样皱起来。所以一定要理性。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很负责，会反复检查生命体征，做好防爆措施。有的遗体肚子胀气，怕炉子里爆炸，还得先处理，这都是为了让逝者走得安稳，不是虐待。讲完了科学，我要讲讲道理。为什么我们对火化这么恐惧？因为我们太把这个身体当成我了。佛法里管这个身体叫臭皮囊，就像你租的一间房子，住了几十年，现在租期到了，要搬家。既然要搬家，你人都走了，这个旧房子是拆了还是烧了，跟你这个住户还有什么关系？很多人想不通，非要守着那个尸体，觉得那是我的亲人。错了，那不是你的亲人，那只是你亲人穿过的一件旧衣服。火化这个过程虽然看着惨烈，要在45分钟到2个小时里，用几十公斤柴油把100多斤的身体烧成一小堆骨灰，但这也是一种成全。为什么如果不烧，留着它慢慢腐烂生蛆，流脓发臭，那个过程要持续几个月甚至更久，那才叫真的难看，那才叫真的痛苦。火意把烧得干干净净，尘归尘，土归土，反而是一种解脱。现在的火化技术很发达，还有整容师给逝者刮胡子、修眉毛、化妆，力求还原生前的样子，这是生者对逝者的敬意，是好事。但是不管外面修饰得多好，进了炉子，最后就是一个小盒子。这就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生一世，草木一休，生前再风光。金山银山、名利、地位，最后能带走的有什么？这副身体你都带不走，哪怕你生前是个大胖子，100多斤烧完了，骨灰也就剩下3斤多，剩下的那是无机物，是带不走的尘埃。所以看完火化的过程，你不要害怕，你应该要醒过来。既然身体最终都是一把灰，那你这一辈子拼了命的保养它，装饰它，甚至为了它去造业，去害人，
值不值得？这第一关，我先帮你们把对身体的执着打破，打破了这一层，我们才能往下聊。既然火化这么干净利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非要讲究入土为安？土葬和火葬到底哪个更符合天道？这里面的学问大得很。现在很多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心里还是有个结，觉得烧了太疼太惨，还是想土葬，入土为安。这4个字把你们的魂勾住了几千年。但今天我要把它掰开了揉碎了看一看，这个时代到底是土葬好还是火葬好？这不只是风俗问题，这是个良心账。你们以为土葬就是躺在棺材里睡觉？错了，那个过程如果给你们讲细了，你们可能会把刚才吃的饭都吐出来。但我还是要讲，为的是破除你们的执着。土葬是把腐烂这2个字演绎到底。人一断气，身体就开始变冷，每小时下降个几度，个把小时后就跟冰块一样了。紧接着僵硬肌肉锁死，嘴张不开，头转不动。如果选了土葬，身体要在地底下慢慢烂成一堆白骨，需要1个月甚至更长时间。那个棺材里头可不是太平盛世，那里是细菌的乐园。为了死人，害了活人，这笔账划不来。我们要讲慈悲，慈悲就是不给活着的人添麻烦，不给子孙后代造孽。人虽然死了，但身体里带的病菌病毒可没那么容易死。丙型肝炎病毒在尸体里还能活4到21天，土葬以后，这些细菌病毒随着尸体腐烂渗到土里，渗到地下水里，就污染了环境。还有家属为了让尸体不烂，搞防腐液，里面都是重金属，什么汞啊、铅啊，埋进地里就是给土地下毒。如果有一天你的重孙子喝的水被你老祖宗的尸体污染过，你这个入土为安安得了吗？你心里过意得去吗？相比之下，火葬虽然看着猛烈，但是把细菌病毒连窝端扫得干干净净，这是对活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再从大局上讲，过去古代人扫地多，随便找个山头埋了也就埋了。现在人口爆炸，中国传统的风水讲究坟地要找水草丰茂的地方，但水草丰茂的地方也是最适合种庄稼的地方。如果大家都去占一块地搞土葬，活人的粮食从哪里来？活人的房子往哪里盖？那么从佛法上到底怎么看？佛经讲得很清楚，死亡只是这一期生命的结束。我们的身体是由地、水、火、风4大元素临时凑起来的，骨头是地大，血液是水大，体温是火大，呼吸是风大。人一死，4大分离，不管烧成灰还是埋进土，结果都一样，尘归尘，土归土。你那个真正的灵性，那个神识早就走了。就像司机下了车，你还非要对着那辆报废的车子磕头，还要给车子盖个豪华车库，那不是傻吗？所以不管土葬还是火葬，只要是恭敬的，是为了让逝者体面尊严地离开，都是好的。但我更倾向于火葬，因为干净环保不执着。既然这个身体留不住，不如把它痛痛快快地还给大自然，把土地留给后人，种粮食，种花草，这也是你死后的一份功德，这叫布施。讲到这里，身体怎么处理，大家心里应该有数了，别在这个皮囊上纠结了。身体是假的，是暂时的，但有一个东西是真的，是会延续的，那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神识。人死了，身体烂了，那个神识去哪里了？很多人有个大误区，就是那句老话，人死如灯灭。很多受现代教育的人，特别是年轻时候的我，也觉得这话很潇洒，觉得人死了就跟关灯一样，啪嗒一下，两眼一摸黑，啥也没了，一了百了。我告诉你们，这叫断见，
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看法。如果人死真如灯灭，那我们就不用修行了，也不用讲道德了，反正活着干坏事也没报应。可是真实的生命并不是这样的，生命不是那一盏灯，生命是一股气，一股转个不停的电流。身体坏了，那个神识还在，他要再去找下一个灯泡。我不给你们讲大道理，先看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个老太太去世了，按照农村老规矩停尸3天，守灵。到第3天晚上，夜深人静，灵棚里点着长明灯，光线忽明忽暗。突然有个守灵的人看见老太太脸上盖的那张纸在抖，起初以为是风吹的，可是看着不对劲，那纸一起一伏很有规律，就像底下有鼻子在出气。守灵的人吓得拔腿就往屋里跑，把大家都喊出来。大伙壮着胆子把纸揭开一看，哎呦，那原本冰凉的尸体真的在喘气。没过一会，老太太眼睛睁开了，活过来了。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回光返照，或者死而复生。老太太醒来第一句话说：水，给我水。咕咚咕咚喝了一肚子水，这老太太又活了35年才真正去世。在这几年里，她给家里人讲了那3天她去哪了。你们仔细听，这里面全是钟医生的秘密。她说她感觉自己去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天是灰的，没有太阳，也没有云彩，灰蒙蒙一片，怎么走都看不到头。见到了早死去的亲人，爷爷、奶奶、爹妈，但是看见的亲人都变小了，住的房子也变小了，不像咱们烧的纸房子那么大，都是矮矮小小的。他说2条腿不听使唤，就这么一直走，一直走，也不知道要去哪，就是停不下来。路上有人看他，但没人理他。他渴得要命，跟路人要水喝，没人给他。甚至那些亲人也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一句话不说。最后他实在太渴了，不知道怎么一激灵就醒过来了。你们听完这个故事，可能觉得就是老太太做的一场噩梦。不对，用佛法和生命科学的道理来解释，这几条现象条条都对得上号。第一，为什么不由自主地走？这就是我常讲的业力之风。人死后，身体没了，那个灵魂就像一片羽毛，你生前做的好事坏事，养成的习惯，就形成了一股风。这股风吹着你走，你想停都停不下来。如果你这辈子忙忙碌碌停不下来的劳碌命，死后那个神识也是慌慌张张到处乱跑。第二，为什么可在佛经里这一段时期叫中阴身？如果一个人生前贪念重，或者死的时候很痛苦、很执着，他很容易堕入恶鬼道的边缘。恶鬼道最大的特点就是渴，喉咙细得像针，肚子大得像鼓，永远喝不到水。老太太在那边拼命要水喝，说明她那一刻的心境就在那个贪念和匮乏的境界里。第三，为什么人变小了？天是灰的，心量决定境界。阴间没有太阳，因为太阳是阳气，阴间是纯阴之气，而且因为没有了肉眼的障碍，那是纯精神的世界。为什么看到房子小，人小？因为那是他自己心里的投影。我们活着的时候心胸狭窄，斤斤计较，死后你看到的世界就是又窄又小的。所以我常劝你们，做人要大气一点，心量大一点，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舒服，也是为了你死后那个世界能宽敞一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铁的事实，生命并没有结束，只是换了一种形态。佛法讲六道轮回，不是为了吓唬你们。如心地观经里讲的，有情轮回六道生，犹如车轮无始终。生命就像个车轮子，转了一圈又一圈。你这辈子是前一辈子的结果，你下一辈子是你这辈子的结果。那个老太太为什么能回来？说明她阳寿未尽，或者那边的手续没办完被退货了。但是大多数人这一去就不回了。去了哪里？前世决定今世，今世决定来世。
你这辈子做了什么，想了什么，最后那一刻心里念着什么，那个业力就会像磁铁一样，把你吸到对应的那个道里去。你说我不信，我看不到你，看不到空气，要不要呼吸？你看不到 WiFi 信号，手机能不能上网？这个因果业力就是宇宙间的那个 WiFi 信号，它精准得很，从来不会连错线。讲到这里，你们应该明白了。老太太虽然回来了，但那是极少数，更多的人去了就得接受审判。你们以为审判是阎王爷拿着金堂木在拍，那只是表象，真正的审判比那个更精彩也更残酷。接下来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更劲爆的故事，是一个和尚死了7天后的见闻。这个故事会告诉你们，为什么穿袈裟的讲经法师下了地狱，而只会老实念经的笨和尚升了天。这里面的规矩跟你们想的完全不一样。你们平常去寺庙烧香，看到那些穿袈裟、敲木鱼的师傅，觉得他们肯定没问题，死后肯定往生极乐，或者成佛成主了。我告诉你们一句老话，叫地狱门前生道多。这句话不是我编的，是古人总结出来的血泪教训。穿了那身衣服，不代表你心就干净了。有时候懂得多，名气大反而更危险。因为我慢，因为贪念。这第4章我来讲个实打实的例子，这是北魏时期的一个公案，主角叫慧宁和尚，他在阴间7日游带回来的阎王爷的判决书，把当时的皇帝和太后都给吓得够呛。竖起耳朵听，这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一记警钟。故事发生在北魏孝明帝的时候，洛阳有个崇祯寺，里面有个叫慧宁的和尚，平时好端端的，突然有一天暴毙了，死了7天，大家都准备埋了，嘿，他又活过来了。醒来以后一身冷汗，说我没死成，是阎王爷抓我去旁听了一场审判，原来抓错人了。但阎王爷特意让我把看到的带回来告诉世人，他看见阎王爷审了5个和尚，这5个人的结局跟他们在阳间的名气完全是反着来的。先上来的是2个没啥名气的和尚，一个叫道品，一个叫智胜。这就好比现在那种在寺庙角落里默默无闻的小师傅。道品和尚这辈子没别的本事，就能一字不差地背诵40卷《大般涅盘经》。智胜和尚一生坚持打坐修禅，刻苦得很，也不爱出去应酬。阎王爷一看生死簿，点点头说：好，你们修的是真功夫，大手一挥，判他们直接转生天人道。道品去光阴天享福，智胜去兜率天享福，鬼卒就领着他们走了。道品进了一扇发着白光的门，智胜进了一扇发着金光的门，那是光明大道。你们看，这个道理很简单，修行不是演戏，不是给别人看的。你心里有没有佛？功夫下没下到位？骗得了人，骗不了天。这2个人虽然笨，但是心诚，所以有好报。接下来的可就吓人了，上来一个叫谭魔醉的和尚，这名字听着就很霸气。他在阳间可是个网红法师，擅长讲经，什么涅盘经、华严经讲得头头是道，每次开讲那是人山人海，成百上千的信众给他鼓掌，把他捧上了天。他以为阎王爷肯定要给他 VIP 待遇，结果阎王爷冷笑一声，指着鼻子骂：你呀，讲经是讲得好，但你那是为了显摆。阎王爷说你们这种人，我慢之心最重，表面上讲佛理，心里想的全是你们都不如我，傲气冲天，这叫修行吗？这叫作秀。阎王爷让他现场坐禅诵经，结果他哆哆嗦嗦说，平生只喜欢讲，不喜欢修实操，一窍不通。判决下来了，阿修罗道，鬼卒把他拉进了一扇血红色的大门。为什么是阿修罗？因为阿修罗好斗，嗔恨心重，你喜欢争强好胜，那就去那边争个够。
再下一个叫道宏，这人一上来就喜滋滋的邀功。阎王爷，我在阳间可是做了大好事的，我教化了一家4代人信佛，我还筹款造了真金灿灿的大佛像，这功德够大了吧？怎么也得让我上天吧？阎王爷听都不想听，说出家人本分是修心，你虽然照相教化，但你动机不纯，你是为了让人家供养你，为了敛财，借着佛祖的名义做生意，这叫吃佛饭穿佛衣赖佛地判决，恶鬼道直接拖进木兰社的大门，你想吃想贪，那就让你去，恶鬼道永远吃不饱，永远喉咙冒火。最后一个最惨，是被拖上来的，满身是血，哀嚎不止。这和尚叫宝明，出家前是个太守当官的，他在堂下大喊冤枉，我虽然没怎么修行，但我带头见了那个灵觉寺，我也天天拜佛啊，为什么打我打得这么狠？阎王爷拍案大怒，你还好意思说，你建寺庙的钱哪来的？那是你当官的时候收刮的民脂民膏，因为你多少百姓家破人亡，你拿脏钱给佛祖盖房子，你以为佛祖会保佑你，这就叫伪善，这是最坏的恶。判决阿鼻地狱受苦1000世，直接扔进那个黑漆漆的门里，连看都不敢看一眼。故事讲完了，你们听懂了吗？这个慧宁和尚还阳以后，把这事一说，整个洛阳城的风气都变了。连那个胡太后都吓坏了，下令严禁和尚借机敛财。我再给你们讲什么道理？第一，修行不在嘴皮子上，在心地上。那个讲经的大法师，就像现在很多专家学者说的天花乱坠，自己做不到，那就是骗子。那个造佛像的和尚，就像现在很多搞形式主义的铺张浪费，心里想的是名利。第二，因果不论身份，不管你是大和尚还是达官贵人，阎王爷那里没有后门，你的心是黑是白，那个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第三，最大的功德是清净心。你看那2个笨和尚啥也不会，就守住了一颗清净心，结果最好。所以你们不要觉得学佛就是要搞多大的排场，捐多少钱，没那个必要。心如果不善，你就是把金山银山搬到庙里也是造业。好啦，讲了反面教材，把大家吓得够呛，我也不能光吓唬你们。其实要往生好地方也没那么难，只要路子走对了，哪怕是个在家的普通居士，甚至是个老头子，也能去那个传说中最美好的极乐世界。接下来我给你们讲个正面案例，这不是什么乡野传说，这是台湾大学宋希尚教授记录的一位叫李永香教授倾诉的他父亲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听完，你们心里的石头就能落一半。主角叫慧尊居士，生前是个读书人，喜欢金石书画，到了50岁以后，看透了世态炎凉，觉得人心坏了，要救世道人心，还得靠佛法，于是把俗事都扔了，专门研究佛学，还创办了一个念佛会。他不图名不图利，就是想劝人向善。到了他63岁那年秋天，考验来了，他得了个怪病，不停地呕吐，吃不下睡不着，折腾得够呛。这在佛法里叫宵夜，走之前要把身体里的脏东西排一排。虽然身体痛苦，但他心定不定定。临终的时候，周围的朋友都在帮他念佛，他在念佛声里安详地断气了，脉搏停了，呼吸没了。经过医生检查，确确实实是走了。家里人都开始准备棺材，想着过了24小时不能动尸体的规矩，就在那守着念佛。过了大概10个钟头，甚至12个钟头，突然守灵的人看见老爷子的眼睛微微张开了，嘴唇也在动，大家吓了一跳，凑过去一听，哎呦，他在念佛，声音虽然小，但清清楚楚。又过了半小时，他竟然开口叫儿子的名字，眼神也亮了，那种病态的一脸死灰完全没了，脸上甚至有了光彩。
更神的是什么？他饿了10多天没吃东西的人醒来，一口气喝了2大碗稀粥。而且大家注意听这个细节，他那原本像霜一样的白头发，后来竟然慢慢全都变黑了，整个人的精神好得不得了，身上的病痛全没了。这不是神话，是发生在现代社会的真事。老爷子醒来后跟家里人讲了他这12个小时的经历，跟刚才那个下地狱的故事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他说他刚走的时候确实感觉身体还在难受，就在恍惚之间，来了一位长者，端给他一杯热汤，叫帝天告诉他喝了这个你的病就好了。他一喝下去，哎呀，那个舒服，所有的痛苦瞬间烟消云散。接着长者带他去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美啊，环境、视野、花木茂密，五色缤纷，到处都是亭台楼阁隐没在花海里，处处香气扑鼻。那种香不是人间的香水味，是让人心神安宁的清香。走过一座白丝栏杆的曲桥，桥下盛开着繁密的莲花。最后他进了一座大殿，中间坐着一位尊者，可能是佛菩萨正在讲法，周围围坐着好多善人，大家都在安安静静的听。他也跟着听了一会儿，心里那个法喜充满啊，都不想走了。但是这时候又来了一位长者，跟他说，你还应该回去，等你把你该做的事做完了再来。他就这么一醒回来了。这位慧尊居士后来又活了12年，身体比以前还棒，到处劝人行善，最后再一次安详地走了。我们要琢磨一下这里面的道理。上个故事，那个大和尚讲经说法，名气那么大，为什么下地狱？因为他心不清净，他有贪图，他有傲慢。这个故事的慧真居士也就是个普通老头，为什么能去极乐世界喝神仙汤？因为他心无挂碍。你们要晓得，去极乐世界不需要买门票，也不需要你是 VIP 会员，唯一的通行证就是你的那颗心。第一，平时要修善。慧尊居士生前就是劝人向善，心里装着众生，这叫积福。第二，临终要正念。他死的时候虽然身体痛，但他还在念佛，心里没有乱。第三，要信得真。他醒来后白发变黑，这就是佛力加持的证明，是给他家里人也给我们世人看的证据。极乐世界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觉得极乐世界是迷信，我告诉你们，从科学角度讲，那叫高维度的生命空间，就像蚂蚁理解不了人类的大厦花园一样，我们在三维空间理解不了更高维度的世界，但那个世界是存在的，那里没有勾心斗角，没有生老病死，只有纯净的意识和能量。那个地天其实就是一种高能量的加持，把你在人世间沾染的那些污浊之气一下子洗干净了。讲到这，你们应该明白了，人死后不是只有阴森森的阴间，还有光明的净土。去哪里完全是你自己选的。你是想去那个灰蒙蒙还要喝风吃土的阴间，还是想去那个鸟语花香莲花盛开的极乐世界？这选择权就在你当下的每一个念头里。不过既然提到了阴间，很多人还是好奇，如果不幸没去成极乐世界，去了阴间，那日子到底怎么过？是不是跟我们在阳间一样，也要打工、吃饭、睡觉？阴间到底啥样？很多人一听阴间就害怕，觉得那是阎王爷用来酷刑折磨人的地方。其实错了，阴间不是刑场，阴间是一个巨大的心理投影厅。你在那里看到的一切，不管是恐怖的还是凄凉的，都是你自己内心的投射。首先，我们把阴间这个概念在佛法里定个位，它其实就是六道轮回里的恶鬼道。但也别听到鬼就觉得青面獠牙，其实他们也是一类众生，也有社会结构，也有贫富差距，甚至也有他们的通货膨胀。阴间的时间与寿命，那里的一天你熬得住吗？你们在阳间觉得时间过得快，一天忙忙叨叨就过去了，
但在阴间时间感完全不一样。佛经里讲，鬼道的1个月相当于人间的1天，也就是说那边的日子过得很慢很漫长，而且他们的寿命极长，短命的鬼也能活1000岁，长命的能活10000岁。你们想一想，如果在那边受苦，那个苦可是漫漫无绝期的。所以佛经里叫我们要出离轮回，因为一旦掉进那个坑里，想爬出来时间成本太高了。阴间也有贫富差距，你们记事的每一张纸都有用。很多人问我给去世的父母烧纸钱，他们真的能收到吗？还是自我安慰？我告诉你们，真有用。在那个世界也有阶级，也有贫富。按佛经顺正理论的说法，鬼分3种，多财鬼就像人间的大富翁。为什么富？因为有人祭祀，子孙孝顺，经常供奉，他们在那边就衣食无缺，甚至还受人尊崇，像个小神仙一样。少财鬼有一顿没一顿，祭祀的少，日子过得紧巴巴。无财鬼就是没人管的孤魂野鬼，居无定所，肚子饿得要命，却吃不到东西。所以你们逢年过节给祖先烧点纸，供点饭，对他们来说就是实打实的汇款单和救济粮，这是慈悲，也是孝道。那边的生活习惯跟阳间也是反着来的。你们供在那里的鸡鸭鱼肉，鬼真的来吃了吗？肉明明还在盘子里，要注意，他们吃的是气，是味道，这叫所食或嗅食。他们闻一闻那个香气，精气神就被吸走了。不信你们做个实验，夏天做2碗一样的红烧肉，1碗供过祖先，1碗没供过，你会发现供过的那碗坏得特别快。为什么？因为里面的气被吸走了，剩下的只是个渣子。阴间不需要像我们要睡8个小时，他们就是闭目养神，稍微眯一下就算睡了。为什么？因为那里没有太阳，永远是昏沉沉的，本来就跟半梦半醒差不多。也有街道，也有小店，卖点杂货饮食，但是没有咱们这边这么豪华的大楼、大公司，那里的一切都显得比较萧条、低矮，因为那是阴气所聚，没有生机勃勃的阳气支撑。为什么阴间没有太阳？这就要讲到核心理论了。唯心所造，为什么那个死而复生的老太太说阴间的天是灰的，看不到太阳？因为太阳代表阳气，代表光明和温暖。一个人死了，如果去了阴间，说明他心里的贪嗔痴还没断，心里的那盏灯灭了，心头没有光，外面的世界自然就没有太阳。你在那里看到的每一个景象，其实都是你生前习气的回放。你生前喜欢算计那里的人就冷漠，你生前喜欢布施，那你就会有善人帮你。所以阴间就是你内心世界的投影厅，屏幕上放什么电影，全是你自己生前拍好的胶卷。说到这，肯定有人急了，万一我到了那边不想受苦，还有没有机会补救？能不能弯道超车去极乐世界？有，佛法慈悲就慈悲在，释迦牟尼佛早就给咱们留了后门，叫3辈往生。不管你是什么根器，只要你最后这一念转过来，都能走。我给你们总结成简单的3级跳。第一，上辈往生，这是给真修行人准备的。你得舍弃家业，甚至出家或者新出家，发大菩提心，一门心思念佛。这种人走的时候，阿弥陀佛亲自来接，坐着金莲花风风光光的走，一去就有大智慧、大神通。第二，中辈往生，这是给大多数在家居士准备的。你虽然没出家，但你平时做好事，盖庙修路，斋戒挂灯烧香，关键是你要把这些做功德的福报全部回向给极乐世界。这种人走的时候也能看见佛的化身来接引，虽然品位比学霸低一点，但也是只有快乐没有痛苦。第三，下辈往生，这个最关键，是给那些平时没怎么大修功德，甚至临到终了才醒悟的人准备的。你不需要多么高深的学问，
只要你发心要去极乐世界，哪怕只是念10声阿弥陀佛，心里真信没有怀疑，临终的时候你会像做梦一样，见到佛，迷迷糊糊就被带走了。虽然去了以后要在莲花里多待一阵子，但终究是脱离轮回了。听懂了吗？不管是阴间的生活指南，还是往生的3张门票，道理只有一个，一切唯心造。你想去好地方，现在立刻马上就要开始修这颗心，不是等你躺在棺材里了再修，那时候就来不及了，那时候你就只能等着儿孙给你烧纸钱。那么具体在生活中，作为一个普通人，每天该怎么修？是不是非要天天打坐敲木鱼才叫修行？当然不是，真正的修行就在你吃饭、睡觉、上班、待人接物的一念之间。接下来我要给你们一套保姆级的实操方法，还要告诉你们一个积攒无量福报的终极秘密。前面讲了那么多生生死死、神神鬼鬼的故事，讲火化炉是为了破你们对身体的执，讲阴间地狱是为了破你们对因果的迷，但这都不是目的。我告诉你们，我讲课从来不为了讲故事，讲故事的目的是什么？是自用。而且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最好的修行根本不在深山老林里，就藏在这2个字里，利他。很多人问我想修行，是不是要辞职去庙里？是不是要抛妻弃子去打坐？哎呀，那是逃避，那不叫修行。真正的修行叫立誓练心，就在你那个乱糟糟的办公室里，就在你那个锅碗瓢盆的厨房里。我们刚才讲了，人死后去哪里，全看最后那一念。那你平时如果不练临终那一刻那么痛那么乱，你怎么可能守得？怎么练？我教你们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叫看念头。你们的心现在像个猴子一样，心猿意马，一会儿想吃火锅，一会儿想那个讨厌的同事，一会儿担心明天的房贷，这叫散乱。每天抽出10分钟，什么都不干，把手机关了，坐那发呆。不是真发呆，是看着你自己都在想什么。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哎呀，刚才那个人骂我真气人，你就看着这个念头对自己说，哦，我生气了，不要跟着他跑，不要去想怎么骂回去，就像看天上的云彩一样，看着它飘过来，看着它飘过去，这就叫觉知。你能看到自己在生气，气就消了一半；你能看到自己在贪心，贪就少了一半。这就叫不怕念起，就怕觉迟。第二，进阶实操，怎么念佛才有效？刚才讲了，念佛能往生极乐，但是很多人念了一辈子，喉咙都念破了，最后还是去了阴间。为什么？因为嘴念心不念，喊破喉咙也枉然。真正的念佛是念这个字，你们看汉字，念字上面是个金，下面是个心，意思就是金心。当下的这一颗心，别贪多，不要规定自己一天必须念1万遍，那是赶任务，心里全是急躁。要听一念阿弥陀佛或者观世音菩萨的时候，耳朵要听自己嘴巴发出的声音，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这个声音的震动上，断烦恼。当你心里烦得要死，想发火的时候，立刻停下来，在心里默念3声佛号，用这句佛号把那个妄想给打断。这一句佛号就是你心灵的吸尘器，把心里的灰尘吸干净了，你自然就清净了。第三，生活禅，洗碗扫地都是道。再给你们讲个最落地的，很多人觉得做家务事是浪费生命，错，那是最好的禅修道场。你在洗碗的时候，能不能只洗碗？手摸到盘子的滑腻水，冲过手背的温度，洗洁精的味道，你的心就完全在这个洗碗的动作上。不要去想我老公怎么不干活，孩子作业还没写，这叫借境修心。把洗碗当成是给佛祖洗澡，
把扫地当成是扫除心里的垃圾。你把这一碗洗干净了，心里就亮堂一分。如果你能这样生活，那你吃饭、睡觉、走路，无时无刻不在修行，这就叫平常心是道。第四终极奥义，最好的修行是利他。最后，我要把那个谜底揭开了。所有的修行修到最后，如果只为了自己成佛、自己上天，那是小成，那是自私。真正的大智慧，最好的风水，只有2个字：利他。为什么刚才那个教授的父亲能去极乐世界？因为他创办念佛会，救度众生。为什么那个当官的和尚下了地狱？因为他搜刮民脂民膏，只有利己。宇宙有个天条叫反作用力，你发出去的每一个善念，最后都会弹回到你自己身上。你帮别人省了1分钱，老天会给你存1分福；你帮别人解开了一个心结，老天会给你消1分业。所以利他本质上就是最高级的利己业。好了，今天我也啰嗦了这么久，我知道你们年轻人记性不好，听完可能又还给我了。来，我最后再给你们画个重点，这几条一定要死死记住。第一，关于身体，别执着，火化也好，土葬也好，那只是一件穿旧的衣服，别为了这件破衣服去争地盘，去污染环境，那是给儿孙造孽。第二，关于死亡，别害怕，死不是灯灭，是搬家。你这辈子的习惯业力，决定了你下辈子搬去哪里。第三，关于气象，别侥幸，阴间是心里的投影，极乐世界是清净的感召。地狱门前不看身份，只看良心。第四，关于修行，不要等老了再修，就从现在开始。洗碗的时候专心洗碗，生气的时候看着念头。最后我要跟你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今天我讲这些不是为了吓唬你们，也不是为了搞封建迷信，我是真心希望在这个浮躁的充满戾气的社会里，大家的心能安下来。佛法讲至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你自己还没完全明白，但你愿意把这些道理分享给别人，这就是菩萨心肠。你们想想，你的朋友圈里有多少人还在为生老病死恐惧？有多少人还在为了名利不择手段？如果你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们，或者分享给你的家人群，也许就是因为你这一转，你的一位亲戚突然看开了，不跟子女争遗产了；也许你的一位朋友看完，突然放下了对去世亲人的执念，不再痛苦了。这就叫度人一念，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救人心一念，那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因为你的这一个举动，世间少了一份怨气，多了一份祥和，这份福报最后都会回到你自己和家人的身上。各位朋友，修行路漫漫，我们结伴而行。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这堂生死大课讲到了你的心坎里，如果你觉得这些道理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启发，请动动你的手指，给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这不光是对我的支持，更是在为你自己祈福。我希望你们在评论区里不要发别的，就留下2个字：善念，或者写下一句为家人祈福的话，让我们几万、几十万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正能量磁场。在这个磁场里，你也好，我也好，大家都能平安喜乐，60吉祥。好了，今天的龙门阵就摆到这儿，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